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驻纽大使谢文基，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张渊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国际的讯息哦。不过跟我们也蛮有相关性的，也就是我们的邻居促比给表，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哦，现在这个情绪满。当然也是从台湾这边的论点而起哦。好，我们当然也要看到中日现在紧张的局势加剧哦，所以中国也出动了是画红线的组合拳，好，包含的是外交、军事、舆论的攻势，多方的施压日本哦。那中国大陆有4艘的海警船，16号这边呢就驶入了钓鱼台的领海内来维权巡航。那17从今天开始到19号也会在黄海举行实弹军演。解放军报更警告说，日方如果以武力来介入台海，日本全国都有沦为战场的风险。好，那当然现在高市早苗的言论让中国大陆非常的不满，所以林健也在 X 上面发布了波茨坦的公告第8条。好，说从公告的上下文来看这一条主要就是确定战后日本的领土范围和重申日本归还窃取他国领土。甚至外交部的毛宁呢也用英文跟日语双语来发文说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里有白纸黑字就写着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合法政府，无论谁当政，日本都必须信守承诺。好，这个是中方连续在他们的社群上面发布了一些过去日本重申这个主权的部分。好，那这次事件牛弹琴这边也特别讲到说，日本至少有3个没想到。好，第一个就是日本首相换得比较勤，但中日建交以来没有一个像高市早苗这样直接表态，所以让中国相当的愤怒。再来就是前首相也都批高市说法无助于提升威慑力。那再来就是他没想到，结果川普没有帮他们背书本来麻吉，结果这事情打掉之后，川普就是转身就走这很像川普的个性。好，那当然现在是不是反制日本，中国大陆会有下一步呢？是召回驻日大使，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存在。好，但当然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情不好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吗？我们先看日本第3季的 GDP 下降了1.8%，6个季度以来是首次的萎缩。好，那这会不会雪上加霜呢？因为中日急冻，所以现在陆客可能不会再去日本这一阵子啦好，那日本的旅游零售股集体雪崩的暴跌。好，我们看到资生堂股价一度暴跌11%是4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唐吉诃德门市泛太平洋的国际控股股价也一度重挫8.9%，这是2024年8月以来最大的跌幅。因为这2家公司都深受中国旅客的欢迎直接反映在股价上头。好，那也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也教大家不要去日本嘛。好，内媒呢就有引述了航空公司的消息说，可能会进一步的减少到日本的航班。好，那现在呢，中国飞日本航班量在近日已经大幅下滑。好，那中国航空公司的市场部人士来说将进一步的减少到日本的航班。那现在网络也掀起了一个退日潮，也就是大晒成功退票的照片。好，因为他们国内的航空公司，也就是对岸国内航空公司有说可以免费的来退票嘛，所以很多人也是直接秀出说，我日本的机加酒都已经退了，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我是支持我们国内的这个政策民主主义。好，那当然中国也呼吁公民避免避免赴日。那经济学家说，如果华旅客大减，这个 GDP 恐怕会降2万亿的日元。那可见嘛，这个中国大陆的陆客对于日本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好，那当然现在也挺日向美国的驻日大使有 po 川普跟高市登美航舰的照片。
它的意思是说，美日同盟维护台海的和平，说作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一部分。不过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驻日美军基地也发现了大量的毒蜘蛛哦，确实也到了微博热搜。因为现在有跟于这个日本关系相当密切的部分，大家都很关注。说近年来哦，延国基地附近发现了很多黑寡妇的蜘蛛哦，这种外来品种的毒蜘蛛。好，黑寡妇大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看到电影《黑寡妇》也是一位女性哦，所以这是不是有一点点意味的连结讯号呢？好，那当然现在的中国大陆官媒哦，《中国日报》旗下的一个新媒体叫做起理工作室，跟多个微信公众号陆续发文，那掀起了新一度的琉球地位未定论哦。好，冲绳人说哦，其实自古以来冲绳就是个独立国家，名为琉球，被中国啊、朝鲜、美国等国，甚至日本都承认是独立的主权国。好，所以如果中日开战的话哦，驻这个冲绳的日本军力一定会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也会给冲绳再次带来灾难。好，那日本经济新闻以中国瞄准冲绳跟巴士海峡为题哦，他们指出冲绳是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美军作战补给的前线基地。好，那美国呢在冲绳的军事存在，也让中国大陆感到相当的棘手。所以也有说哦，这高市早苗其实有在拟定要修改的是无核三的原则，也就是高市早苗没有明确的阐述对于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其实引发了像是九州啊，还有冲绳的焦虑。那经历过2战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就表达相当的愤怒。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他们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就有冲绳人到东京旅游的时候就高举的绝不让琉球湖成为战场的标语。所以这可见日本现在在内部也是蛮分化的。好，对于高市早苗的言论哦，其实也是有蛮多不同的声音存在。好，那我们还是要看到啊，这个日本跟中国的情绪哦，我认为是有点国仇家恨啊。所以这个高市早苗讲到这种事情哦，当然就是掀起了中国的民族情绪的激动。亮哥，中国大陆现在的要求就是高市早苗要正式撤回言论啊。那目前是这样啊，那个。针对这个言论啊，产经新闻做了民调，49比44，支持的是49啊。那高市早苗个人民调呢，是从62升高到69啊。那30岁以下尤其明显啊，30岁以下。所以我一个朋友说，日本也有青鸟啊，就是那个18岁到30岁哈。日本女性支持高市早苗高达88%，啊，这么高啊？对，男性呢81%，然后50岁以上认为高市早苗这个行为是错的，因为他们比较有战争的 feel 啦。其实这个，但在日本就有个世代的断层，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啊，就是年轻人支持他啊。可是这个会随着，因为中国大陆坦白讲，你现在讲那个外交语言那个没有用了啦，现在就是直接行动。升温，然后让日本人有点感觉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旅游嘛啊，去年中国旅客到日本是690万，大概占18%，第一名是韩国，韩国是22%啊，我们台湾是14.5%啊，所以中国大陆就是700万旅客了啊，那700万旅客，因为中国人很爱买啊。所以实际的消费，我认为一定超过韩国跟台湾了，因为他们真的到日本就买一堆回去，以前连马桶都搬回去啊，就是真的是这样啊。他到那个石湾岛，把马桶都搬回去啊。那你刚刚秀出来说什么资生堂啦，一大堆，就是中国的旅客真的是消费比较大，所以这个当然对日本就是一个重击嘛啊。所以旅游股就暴跌啊，那这个我认为双方目前，我认为中国大陆是不可能退了，因为他已经把它定位为，他已经把它类比到1931年的918事变，就当年日本用的理由都是叫生存危机啊，就存立事态危机啦啊，那中国还把它类比到卢沟桥。
你也都是用同一个逻辑啊。而且我讲大白话啦，照理讲，纯利时代危机离它更近的应该是朝鲜半岛啊。那北韩打韩国那个延坪岛直接打飞弹啊，你日本怎么不跳出来说有纯利危机啊？为什么你针对台湾特别这样说？为什么你对朝鲜半岛你没有纯利危机呢？我讲大白话了，因为你知道金正恩会轰你啊。我认为就是这样啊。所以中国大陆不会这样想吗？所以中国大陆就要你吞回去，叫你以后不能这样讲啊。那现在日本是怎么打算呢？他那个政调会长出来讲话了，日本自民党的政调会啊，他说：“哎呀，他讲话讲太快了，下不为例了，他以后不会这样讲了。”他们想这样忽悠过去了，中国大陆不同意。中国大陆说这个不是下不为例的问题，而是你这个话已经变成国会的记录，所以你要收回啊。而且他又说历代政府都这样讲啊，石破茂跳出来说没有，历代政府没有这样讲，是你这样讲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退了。那高市早苗一时之间也退不了，那就会逐渐那个民意的变化了，那他会逐渐调整这样。好，接大师怎么看？那个最新的发展就是日本的媒体已经公布了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的局长啊，叫金井正章啊，他今天已经飞往北京了。预料他是要跟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这个亚洲司司长啊刘劲松啊展开会谈。那么这个日本的方面的报道就是说这一次这个金井正章他去北京啊，他主要是要说明。他说高市早苗最近有关的涉台言论啊，并没有改变日方的一贯立场。那同时呢，他还要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日本认为即使双方在这个立场上有分歧也应该避免影响人员交流的立场。所以呢，日本是很在乎这个人员交流的，因为照刚刚那个郭委员讲是去年资料，今年的资料更多的，1到8月更多。现在1到8月已经有671万人了，因为日币贬值，日币贬值，所以今年这8月底为止所以后面还有一季的还没有算进来所以这个算不算是日本去跟中国大陆呢下跪呢，也很难说，要看最后的这个谈判的结果。不过，其实这个国际媒体都非常注重这个事情。那事实上，川普没有替高市早苗背书Washington Post 一个社论也对高市早苗很不友善。他说高市早苗是一个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华强硬派。那可是他的言论似乎已经偏离了美国对于台海问题的一个战略模糊的政策。所以其实川普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川普到目前为止他2任他从来没有说台海发生危机是美国的存亡危机要出兵美国从来都是都是模糊政策。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的日本作为这个美国的附庸国他不跟着美国的政策走，自己往前跳，对美国来讲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他们认为高市早苗是一个煽动性的人物。这句话其实讲的蛮重的，这句话对高市早苗我觉得伤害蛮大的。不过美国也有媒体也在 Bloomberg 也在报道，他说事实上中国大陆手上对于这个日本是有很多武器的。当然有人说会召回大使不过大部分这个 Bloomberg 讲的都是经济武器。第一个当然就是人员的限制，因为他讲大部分中国大陆都去日本花钱的，对日本的这个GDP 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中国大陆可能会怎么样出口管制，那对日本进行出口管制那就是稀土，他就直接点名稀土。他说日本的重稀土90%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那中国大陆如果出口管制的话，那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工业发展会产生重挫。第三个可能就是说那么中国大陆可能会加强在日中国企业在中日本企业的监管，比如说对他们的这些税务各种的这个劳动还有各种这个营业竞争的标准可能会从严监管。
这个会让现在在日本、在中国大陆赚钱的东京威力科创啊、本田啊、丰田啊，甚至 Uniqlo 啊，然后这个无印良品啊，都会感受到压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封闭日本相关的产业在中国的市场通路，那就跟当时对韩国一样。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件事情可能高市早苗有一点点没有顾及它的经济的效果啊。不过现在就看日本现在的外务省的局长已经去了，那会不会有一个转圜？如果没有转圜的话，很可能这个事情中国大陆会用更多的这个制裁的手段。好，算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哦，可能会让整个全国日本这边的民众还有企业都会饱受一些问题跟苦楚啊。好，尊惠舰长。我是觉得高市早苗这个人哦，因为毕竟我们对他的批评，我们不是很了解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没有跟他共事过，所以最后对他的批评应该要从日本的政界里面跟他有长期相处经验的人，那些人的批评比较到位。那我看最近所有的批评里面，我觉得最能得我心，我觉得这个批评的最好的就是鸠山由纪夫，他的前首相，他说了一个什么呢？他说小狗会到处乱叫，但不管叫的有多么大声，终究只是一只小狗。我当时一听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哇，他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对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高市早苗是一个我见过可能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政治人物。从两个方向你可以知道，他其实安全感是非常低的。第一个就是她是女性，她在日本是极度歧视女性的一个社会。我不要说别的，包含早期的台湾的这些在日治时代的，因为我岳家是本省籍的，我可以看得到，他们真的是那个男性的地位非常高，女孩子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高市早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成长的。140年来，她是第一个这个女首相，第二个，现在众议院的女性只有10%，我们台湾的立院还有40%的女性，也就是说，女性想要在日本的政界出头非常困难，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她这一次首相之路啊，真的是各种的崎岖啊。一开始当选了这个自民党总裁，认为说可能是了，结果公民党立刻就退出跟他的合作。你想想看，他在那1-2天他的心情的变化，那接着维新党固然又这样子去加入，但是鸠山由纪夫说的小狗你再怎么乱叫，你就是小狗。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吉娃娃是不是很喜欢叫，哇哇哇哇哇哇叫？它为什么叫？因为它怕，它太小了。那个德国大狼狗趴在那里站起来啊，眼睛看你一眼就会害怕，哇，呲牙咧嘴你就会吓死。可是吉娃娃再怎么叫，你会怕吗？你不会怕。我觉得鸠山由纪夫对高市早苗的形容最到位，他就是一个喜欢乱叫的小狗，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除了看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很关心到的是中美俄三方的角力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川普现在要对俄罗斯出招说支持参议院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要征收非常高额的关税提案是500%，也就是5倍就对啦。好，川普说，正如你们所知，这是我建议的因此任何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都将受到非常严厉的制裁。其实要跟川普当朋友也是蛮累的因为他恐怕就是很容易的川剧变脸之前不是还跟普京麻吉吗？说变脸就变脸，说征收你5倍关税就要征收你5倍关税。好，那彭博社这边就有报道说，这个法案会授权川普对那些购买俄国能源产品，而且没有积极支持乌克兰国家的进口商品，课征500%的关税。好，那当然美国的财长他也讲话他就讲说会跟中国大陆即将要达成稀土协议，大家就也很关心这件事情嘛。好，那川普政府有警告欧盟不要拖延来降关税。
好，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批评欧盟哦，如果没有履行之前的承诺，警告布鲁塞尔，如果继续拖延的话，就会错失川普最近释出改善双边关系的善意。好，那到底什么时候跟中国大陆在稀土上面有这个进一步的协议要达成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怎么讲。We haven't even finished the agreement, which we hope to have done by Thanksgiving.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post our meeting in Korea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President Trump, President Xi, that China will honor their agreements. Xi Jinping has great respect for President Trump. The meeting was conducted very high level,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honor their agreement. 好，我们看到他是在讲说，希望感恩节前要能敲定哦，而且他还呛下说，如果北京反悔的话，美国还会有很多的手段可以报复。好，那当然现在看到啊，川普也是砸了25亿元哦，大举的买债。好，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公开的财务申报文件也显示说，川普在8月下旬到10月上旬哦，购入了至少是8200万美元哦。那当然其中包含的是 Intel 等美国企业。它一共进行了超过175笔的交易，这价值超过了3.37亿美元，那大约等于是新台币103亿元。好，但问题就是说，现在哦，这个有在说跟台湾一样要有普发现金哦，说会普发6万新台币啦，大概是2000块美金的这个普发的关税红利的政策哦，但是。不是川普你说的就可以耶，这是要立法通过的齁。他说这个贝森特也讲，此举哦必须经过国会批准，然后制定新法。那估算下来，如果川普普发现金的方案成真，成本可能会高达6000亿美元，那这是台币18.8兆元哦，相当于美国预期这个政府2025年关税收入的2倍。好，那当然是不是也算秋后算账呢？川普最爱来这套哦。看到美国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了，结果批评川普的公务员现在是被停职的，这是任命于这个美国卫生部下头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诺顿。好，他13号还是没有班可以上，因为他被告知已经遭到非惩戒性的停职。好，大家知道诺顿哦，他是在今年6月有将近500名 NIH 员工跟雇员来联署发给院长公开信哦，叫比赛大宣言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们就在痛批说 NIH 在川普主政下堕落，所以要求要恢复基于政治而被延宕或终止的救命性科研经费。好，其实它的利益性是非常良善的，公务员就是需要这些救命的部分哦，希望他能够一直下去，但是他们不希望被政治绑架。但问题是，他现在被报复了。好，当然也有西雅图的送货司机哦，说他们的年收入几乎都没有增长。好，那车险、房租跟食品价格却一路飙升。以前一个月哦能存300块美金，现在每个月都要靠信用卡。目前的债务金额已经超过了9000块美元哦，所以这物价上涨、就业艰难。整个政府停牌冲击1/4的美国家庭都变成了是月光族，所以整个美国经济哦，并不像很多政府官员所说的这么好。这是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美国的一些内部困境。好，但问题现在中国大陆这边哦，整个在崛起啊，也包含他们的 AI 还有电竞科技哦。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最近2025的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看到了吗？在北京的鸟巢上演，6万多名的观众齐聚现场哦，那创下了最多观众的单场电竞赛事的金氏世界纪录。好，那这个门票也很贵哦，从488元人民币到2088元哦，不等。鸟巢外观众也有很多的声音穿透说，这门票好难抢啊，12秒就没了，它真是走运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盛况就在北京的鸟巢。好，但问题是我们也要看到说科技上面哦，因为最近哦，因为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导致荷兰跟中国大陆的对峙，也引发了冲突。那这凸显了就是供应链的脆弱性哦，以及在晶片产业中透过对话防止事态升级的重要性。所以哦，这安氏之乱真的是吓坏市场。这是刚刚说的是艾斯摩的执行长认为哦，晶片现在很重要，而且凸显了供应
链的脆弱性。好，那当然现在也说这华为啊，就是大陆的科技巨头，要在21号发布 AI 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希望能解决算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难题。好，要将 GPU 来进行这个 NPU 等等哦，用算力资源的利用率来从行业平均的30%到40%提升到70%。那对标的辉达2024年底收购的以色列公司的一个核心技术哦，所以看起来在科技上面哦，这个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努力啊，他们的企业。那另外，美国对中国实施晶片禁运也产生反效果。看到有这个主编是认为说，封锁自己哦，其实反而会加速中国大陆的发展，这反而会迫使美国重新审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好，那这样子的论点哦，其实黄仁勋都讲过啊。不过美国政府哦不信这一套。好，我们还是先看到这个川普竟然要对俄罗斯出手了，说要征收500%的关税。先问亮哥。不，这个不是对俄罗斯啊，是买俄罗斯油的进行贸易的国家。那第一名叫中国啊，那中美贸易就整个翻桌啊，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啊！第一名叫中国，第二名叫印度了，增加500%的关税啊，那中国大豆也不用买了，所以讲这种都是废话嘛，他就脑筋永远都少一条啦。我说川普了。不是说我，对我刚刚也少了一条了。川普就是这样啊，而且这个议题不是一天了，已经很久了。你明知做不到还要吹牛，我看你怎么弄啊！而且中国大陆目前是这样，它针对稀土出口管制啊，它已经明言嘛，说今年10月9号跟4月那个稀土管制就暂缓1年，可是中国大陆要公布一个叫它叫 VEU 啦，这也是学美国的，就是对最终用途、最终用户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办法啊。那就是你如果是稀土的出口商啊、进口商啊，那你要来填一个表，要说明你的最终用途，你就是最终用途，你不可以再转卖啊。那你也不可以再针对这个稀土做加工，然后再把它卖出去，不可以啊。然后你到底要做哪些用途、什么领域，你都要写明明白白啊。那中国大陆如果考核一下，发现你讲的是实话，那未来你就不用每次都要审批啊。这个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2007年就发明了 VEU， 叫最终用途认证办法啊，那非常有效啊。那你认为，所以贝森的，你认为中国这样有没有违反他的承诺？中国大陆这样就是要干嘛？他要你不要卖给军工企业，所以我讲明了啦，美国的军工企业还是拿不到稀土啦，中国也没有意愿要给你啦。那其他大概1年内有机会拿到了，可是我觉得，反正你从这个角度看，你就知道我们 F-16V 啊，明年要拿到，还真的有变数啊。看来是因为那个是稀土啊。对，那就是最关键的材料嘛。是啊，对，所以看起来哦，还要再等蛮多的时间，因为这个顾立雄也说有挑战性嘛。好，介大使怎么看？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啊，事实上老百姓感觉都不好，因为我也碰到很多从美国回来朋友，说你们物价到怎么样？他说哇，真的是受不了，汉堡随便吃一次都10几块美金啊，那过去都是4、5块美金的，那都是已经3倍了啊，所以是很恐怖的。那可是川普嘴巴很硬，他都说美国经济好得不得了，他说我们这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而且我们还要朝向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正在快速前进。哇，在他讲的这个美国现在是啊，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那问题呢，他也有点矛盾。他既然说经济那么好，没有通膨，可是他说要给很多中低户的人补助，一户还有中低收入户，一户2000块美金，就是6万块台币。那当然啦，当时他也没先跟那个贝森特打声招呼啊，贝森特就有点现在有点垮他台，他说一共要花6000亿美金。你川普的意思是说，我发你一个2000块一户2000块，是因为我从这个关税里面赚了很多钱，
哎，这个钱我就拿来跟大家分，这些都是外国政府这个笑纳哈，就是说上供给美国的，我现在给中低户收入说，结果这个贝森特说，我们一年这个关税收入3000亿，可你现在一户花2000块美金，那要6000亿，所以还不够花。那可是呢，川普的这个怎么样啊？他有办法多的是。川普呢，现在呢就说我说经济很好，你们说经济不好，那这样子好了，我就把这个重要的国家经济数据统计我永远停止，让你不要乱拿，不要自己打自己的脚。所以呢 ，CPI 的统计也没有了，失业统计也没有了，而且听说还是永远停止。所以川普真的是怎么讲呢？聪明人啊，聪明人。可是这个聪明是不是智慧的话，就由我们自己来判断了。好，舰长怎么看？我是觉得从我们这次普发1万块你去问问你旁边的亲朋好友看看，谁能够说很看淡，我不在乎，我不可以不要。我看每个人都非常的高兴这一个月能够多拿1万块钱。我从我们这个旁边这次普发1万的心情我去反过去就去推我说推谁？美国民众如果发2000块，你认为他会不会高兴？你认为他会不在乎吗？他一定会非常在乎。而且川普是非常贼头贼脑的，你知道？他有讲他说这个钱不是2025年发他说我们是2026年，我们就有这个足够的钱了。那2026年的话，你推测一下，还要经过国会同意那我问你，川普提出来，这个共和党会不会阻挡说不发？怎么敢？共和党不会阻挡，那只剩下民主党阻挡。那民主党阻挡的话，明年要期中选举，期中选举的时间是11月。如果他们在这个表决的时间点是7月左右的时候，我问你，民主党把它挡下来，他不是找死吗？这个东西，我再跟你讲你去想想看，我们自己拿着1万块的心境怎么样？你就到那个时候，民主党敢不敢挡这个钱？那我觉得，我如果是民主党做这个决策的话，我觉得我还会反向操纵，我们加码。我们要提到3000块钱，反正发钱的是政府发，烦恼的是川普。你发2000，我发3000，我看看到最后选举谁不利，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我觉得是有可能。第二个电竞这次在北京的这个，其实我蛮意外的。为什么？北京中央通常是不允许、不鼓励这些东西的，他这一次的政策转变了。第二个呢，它的消费升级，你记住电竞这是非常耗钱的，它没有什么建设性。那我觉得整个的中央的政策转变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到能够去买这么贵的那个票，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句话说叫做两大国之下难为小台湾也是，其实韩国也是。我们来看南韩这边的情况，因为他们夹在了美中之间像是李在明现在也呼吁对美国投资的时候要加强对本国的投资，他就在一个场合上面讲说，外界很担忧，随着对美国的投资增加，国内的投资就可能会缩减，所以他就要求国内的企业要更积极的考虑在国内投资，所以他也请企业跟政府来协商，利用这35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要用于企业的海外投资。但是呢，他其实也有对中国大陆来示好。我们来看他跟3国官方来表述，明确为韩、中、日。好，你有发现顺序这跟过往可能有些不一样韩、中、日，也就是把中国放在了日本之前所以外界就觉得说，这可能是韩国，也就是南韩跟中国示好的一个表现。好，确实中韩之间现在还面临的考验当然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川普跟韩国之间的协议南韩不仅实现了他理想的输美产品的关税目标，那更引发关注的就是韩美合作为南韩建造核潜舰项目这确实有踩到一点中方的这个红线。好，那最终协议中的这个韩美同盟现代化的部分，更也被指说是牵制中国意愿的意图相当明显，所以中方也以提出外交关切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以及反对。
好，那韩国这个部分当然就牵涉到黄海这边的局势啊，所以就很多人说美军现在草木皆兵，部署在3海。我们首先就从黄海开始看起，也就是美军高层摊牌了，是不是要求南韩的核潜舰必须要用于抗中，而不是要嚇阻这个北韩哦？这是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公开就表示说，其实美方预期南韩未来部署核潜舰哦，不是你们原本想象的跟你这个促必给表有一些冲突的时候要用再来嚇阻哦。其实美方是希望哦，这个南韩用在印太地区要来发挥作用。就是要因应中国迅速扩张的海上力量，而不是只有说这个首尔所设定的对北韩来进行威慑，所以不是哦，不是这样子哦，事情我叫你要干单吼。好，那再来看到的就是南海的部分哦，这边也是超级敏感地带。好，中国大陆的轰炸机编队哦，巡航南海哦，反制非美日的联合巡航。那我们看到，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发言人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无人机联队哦，已经部署到了菲律宾。好，那这个中队哦，装备了 MQ-9A 的死神无人机。那这一次的部署是为了助力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同时要增强美菲联盟的海上态势的感知能力。那解放军南部战区的组织轰炸机编队在南海进行了例行的巡航。那菲律宾哦，频繁的拉拢域外的势力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哦，是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正告菲方哦，要立即停止挑起事端、升级紧张的局势。好，所以现在也看到啊，避免机密外泄。之前哦，这个川普这个去亚洲行的时候，不是就有发现这个 F-18战机跟 MH-60的直升机坠入南海吗？他们现在哦，这个美军的救援船已经前往南海来来打捞，好，就是怕机密外泄，所以这个行动哦，赶快持续下去。好，但除了黄海、南海，刚刚还讲到有另外一海哦，就是远在太平洋另外一端的加勒比海。好，最近我们也看到哦，这个美军动作非常大哦，带大家也看一下画面哦，就是五角大厦证实哦，美国这个南方之矛的联合这个派特遣队在东太平洋国际海域哦，是再度攻击了疑似运毒船只，造成了船上有3人死亡。那这举动呢，发生在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打击群驶入加勒比海之际。好，那当然也看到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力集结哦，但是外界哦还是非常质疑它的真实意图啊。现在也有人说，其实川普意在的就是委内瑞拉的原油。好，那当然跟马杜洛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哦。所以说，这个福特号航舰驶入了这个加勒比海，川普也说，美国可能会跟委内瑞拉的总统来讨论。那这个讨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讲明，但是也确实让美国进一步加强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军事存在。那当然，美国宣称哦，我这个行动哦是要这个针对的是打贩毒集团哦，而且是说马杜洛领导的贩毒集团，所以要列为一个外国恐怖组织。那川普也暗示对委内瑞拉方案已定哦，那美军的南方之矛的部署规模也创下了本世纪的新高哦。他们在加勒比海集结的，我跟大家讲，包含的是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内的10多艘战舰，然后还有1.5万名军人以及10架的 F-35战机，然后还对涉嫌毒品贩运的船只展开了至少20次的打击，所以很多人才说嘛，这个大炮打小鸟的意味非常的重，所以是不是就如同很多人讲的，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好，我们还是先看到了南韩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有这3个海域，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韩国、日本跟台湾哦，处理美国跟中国，韩国是最聪明的啦，左右逢源嘛，而且投资美国的部分。那个三星投资那个半导体、现代汽车，那还有造船业，这本来就是他们要的啊。所以我觉得韩国真的是最聪明的国家了。那跟中国目前很可能这个 K-pop 也要逐渐要缓和了嘛，那这个第2聪明当然是日本啦。如果不是高市早苗讲这番话了，可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好歹还有陆客啊，那最笨的当然是赖清德了，他搞到连陆客都没了，
搞到你只能对美国一面倒啊，就愚蠢嘛，就简单讲嘛。所以你去看比照韩国、日本，那日本当然就是高市早苗这个事件要怎么善了啊？那你看李在明多贼啊，立刻调整啊，韩中日，中国立刻拉到上面来了。我觉得这个很灵活啦，知道你周边的矛盾啊。那现在他要买核子潜艇，他当然知道中国反对嘛。那美国怎么讲归他讲啦，所以你不要以为韩国会照做啦。韩国怎么可能去得罪中国？我讲的是军事哦，你是不要命的吗？那中国大陆就放手让北韩去搞你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可是美国当然就要这样讲嘛，因为坦白说，真的对北韩没有核弹的核动力潜艇能干嘛？所以我讲白了，最终目的就是核弹了，因为北韩有核弹嘛，他会怕嘛，核威者嘛，那他不要依赖你核子保护伞嘛，我希望我有核弹嘛。我跟你讲，因为核子潜艇的那个燃料它的铀浓缩要到70%，我们核电厂只有20-30%，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渡阶段了，因为90%就是核弹了，所以我认为南韩就是要发展核武啦，我们讲白了啦，那高市早苗当然看到啦，我也要。高市早苗不是说要修改5核3原则，可是我跟你讲，这个日本难度很高啦，因为这个要国会高度共识，可是我认为光是日本内部它就很难搞了。不过你可以看到韩国，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国家，他知道他需要什么啊。那你面对北韩，他有核武啊，这早晚会被承认的那我怎么办？所以他就想要搞平衡嘛。所以我觉得他都精准的抓到他国家利益的需求，然后就去营造成功的可能性了，那台湾我讲白了，我都不知道赖清德在干什么，你还要去美国帮人家盖科学园区嘞，然后整个供应链都要过去嘞，也不知道你帮台湾留下什么，不知道啊。对，所以就很多人认为说，过去亚洲4小龙，其实台湾是在前面就现在比南韩后面就算了，结果也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着想。谢大使，韩国这次真的是很精准的抓到了美国的这个怎么讲呢？需求了，因为韩国不是要拿3500亿给美国吗？它里面美国是2000亿做其他投资，1500亿指定是做造船业。那你知道韩国在造船业被中国大陆超越前，它是世界最强的。所以美国现在它这个去年他们公布一个消息说，中国大陆的造船的能量是美国的234倍，所以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造船业了，对，它连船的这些维修都出问题了，所以他很希望借重韩国的造船的能量来让自己美国的造船业重新恢复，所以韩国就借这个机会跟美国谈判，结果现在这艘船。川普是批准了，可是现在在哪里造还双方还有争论。美国说这当然在美国造啦，因为韩国最大的造船工业韩华在费城有一个厂，他们就在这个厂造。那韩国人说那个厂的这个能量不够，还是要回韩国造，所以他们还有一些细节要谈。不过韩国是有这个条件他借着这个美国想借重韩国的造船业的能量的时候，恢复美国造船业，趁机提出来这个要求。那日本没有这个机缘，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其实看起来这个核动力的攻击潜艇看起来好像是核武，可是是有争论的，因为核武事实上的话，你如果定义为是造成极大伤害，它极大的爆炸力造成大规模的毁灭人跟建筑的毁灭，那个可能被定位为这个核子潜艇。核子武器，可是这个核动力潜艇，事实上它跟柴油潜舰只有一个差距，就是说，第一个它是无限航，它只要加了燃料，它可以一直在水里面，它不需要常常浮到水面上，也不要去靠岸去加油。那另外它速度是比较快。那当然就是说，刚刚那个郭委员讲我也同意，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它要先进入到核攻击潜艇，下一个就是核武器。不过这个可能时间会拖得蛮长的。不过
在这一点就看出来，韩国人知道跟美国人交涉的时候，你还可以跟美国人要东西。对呀、我们现在这一群人跟美国打交道，跟美国人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就一路任凭宰杀，然后呢，那个帮美国人缓颊。这个是啊，我们跟美国合作啊，然后呢，我们的产业什么全球化布局，胡扯八道一气，还替美国人怎么样圆谎，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啊！所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领导人的素质，这个是关键，领导团队的素质是关键。韩国你不要说，李在明这个啊，这次他们跟美国谈判，还有川普去韩国访问的时候，看李在明的表现。可圈可点，所以韩国是可以看出来，他们还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怕某些人啊，领导一个国家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舰长怎么看？刚刚大家都在荧幕上看到了一个，就是美国打击委内瑞拉那个贩毒船的时候，一弹给他这个打死。我不晓得你看到那个就像这一张这个影片，你有什么感觉？我看到我每次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他嘞？就算他是贩毒船，你也不可以这样杀他。只要证明啊，对啊，你没有任何的程序，你就把他给杀掉了。这个我始终认为啊，川普现在是为所欲为啊，他是包括什么关税、什么东西限制那个，我的感觉他有一天他会去面对法律的，就跟杜特地当初这样杀人一样，不是你要杀就可以杀的，你怎么可以这样抓了一个不经过审判，万一被诬陷呢？除了这一个之外哦。我觉得川普真的想要打委内瑞拉，他不是摆一个样子。我最近听到一些说，委内瑞拉大概陆军有个大概10几万嘛，那目前摆在外面的这个美军大概只有1万多，说这个数量是不够的，你完全错了。现在非常足够，为什么非常足够？你知道吗？因为美军跟委内瑞拉那个2个档次差多少，你知不知道？那我举个最简单的，委内瑞拉有多少空军？那个空军有多少战斗机？知道吗？36架，2种形式的。这36架能够飞的不到15架。那今天美国如果要去打这个国家，先把你的空军打掉，把你的雷达站打掉，把你的防空基地打掉，美军所有的飞机进出委内瑞拉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候你有几十万的、10几万的陆军有什么用啊？你摆在那里只有挨打的份。所以现在美国摆在那里的军力就看他动不动手。一旦他动手，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可以占据。那我觉得他会动手，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委内瑞拉有全世界富含量这个长油量最高，然后距离美国又近，它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它的成本会是最低的。那他想要就是说控制这个国家，然后用美国的商人去开发它的油，然后最得利的就是美国，这是川普在想的。而且在野党领袖愿意配合。对啊，而且我再跟你讲。美国的 CIA 在委内瑞拉有很多的布线，你们知道吗？委内瑞拉的政府是糟糕透顶的政府。如果我是委内瑞拉人民，我可能很希望美国来。为什么？民心望治啊！我希望一个美国富强的国家能够带给我们这个，最起码我们生活这些委内瑞拉政府，毒贩、黑帮、警察、政客，通通结合在一起，人民水深火热。所以你认为美国只要说国际上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我跟你讲，等着看，他会对委内瑞拉动手，就是因为那个利益最大，那个大到不得了，那么大的一个天就在他的古巴，就隔了一个古巴，那个佛罗里达，古巴就是委内瑞拉，这个如果说它跟全世界的油价一样，这个里的油价会是最便宜的。然后我问你，你是川普会不放吗？